为何彩虹无人机展品中不见中程僚机？因为设计团队对空战样式有自己的理解。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在本届珠海航展中中国对外出口察打一体无人机最多、战果最丰富的品牌彩虹无人机也亮出了一些新型号，比如说彩虹3D，还有彩虹4重游型。不过现在很热的一个概念就是中程僚机，彩虹团队没有参与。正好呢，在场外静态展区上，我遇到了彩虹团队的石文石总。石总呢就拉着我跟我说了一下他对无人机发展方向的一些理解，而这些理解，石总说了，我可以通过节目展示出来。石总认为，美国搞的中程僚机未必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些个中程僚机都比 F-22或者 F-35小很多。这个飞机呢，体积如果大了，成本就压不下去；而机体如果小了，储备的燃料、能携带的载荷肯定也少。飞快了就飞不远，能飞远就飞不快，所以存在了航程、飞行速度、载荷如何与大型战斗机匹配的问题。而且小机体装不下大孔径的雷达，那么发现对方飞机的距离就很有限。所以呢，这个方向也许是美国一个不成功的摸索。那么彩虹团队就打算有所不为。彩虹团队对无人机的设计思想以前就有很多另辟蹊径之处，比如说控制方面。很早就强调高度的自主性，把使用人员的培训难度要降到最低，不需要用户从飞行员中去培养控制人员，这样对陆军来讲就很好接受。在飞行性能方面，也不追求在高度和速度方面进行比拼，而是更强调长航时，强调对一个区域的连续压制。根据这种思想，彩虹无人机对未来空战的构想，不是让无人机去伴随有人战斗机，而是用网格化的部署方式去占领空域，把空域变成若干个连续的堡垒区。比如它的构想是，彩虹6作为超音速无人机，体积大，能够通过发电机还有外挂涡轮发电机，确保它的头部能够容纳一个孔径比较大、功率也比较大的雷达，能够挂载霹雳12同档次的主动式导的空对空中距导弹，用来实现对空警戒还有压制。另外呢，还可以使用彩虹5，可以利用长航时优势，携带侦察设备和较大型的反辐射导弹，在较远距离上压制对方的防空体系。而彩虹4重游型携带小一些的弹药，在距离目标更近的地方保持巡逻，压制和猎杀地面目标。至于这次展出的彩虹3D，就是在原有彩虹3基础上增加卫星通讯设备，增加控制距离，扩大打击半径，利用擅长低空、超低空飞行的优势呢，对敌方进行渗透。作用就很类似俄乌战场上干掉俄军不少防空系统的那个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但是 TB2 无人机哪有彩虹3D 这个作战半径？而且彩虹4跟彩虹3的定位都是低价值可消耗品，也不在乎被对方火力干掉，因为他们被击落之前就有太多的获取战果的机会。算双方成本还有交换比之后，人家彩虹不吃亏。至少呢，我们现在通过俄乌战场已经看到，少量的高端装备拼消耗未必能够拼得过大量低成本的低端的精确制导武器。我呢当然没有资格下结论，说是哪一方的结论就是对的。也许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现在看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后会解决。也许呢两种思路都会形成实际的交战能力。可能在不同的交战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类型对手的时候，分别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但是呢，有一点还是让我觉得收获很丰厚的，都是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学习了解各个厂商对无人机作战的认识，可以看到大家是在如何构想未来的作战样式，又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去实现自己的构想。这就相当于在参观过程中，各个厂商都给我上了免费的课，能帮我丰富一下审视问题的视角。有这么一个听课的机会我觉得来一趟珠海就挺值。